and the story will keep on going. We will be falling down as the sun will keep on shining and the story will keep on going. We will be holding on as the sea will rise above and the story will keep on growing. 哎，同学，你们家沈教授呢？沈教授，沈教授，沈教授，没事吧？我没什么事儿。哦，哎，那搞定了。这影子终究是影子，始终见不得光。他就不配做你的手下，只有我才能完成这个任务。那就看你的表现了。这东西一天不到手，我就心痒难搔。别让我失望了。沈巍，一见到沈教授就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谁知道呢？也许以前真的见过吧。我到底在哪儿见过你呀？啊！李倩。李倩，别动！大姐，千辛万苦救你，不是为了让你跳楼玩。你们这种人懂什么？我们这种人，我告诉你，我跟你都一样，是有2只眼睛、1张嘴巴的普通人，活着不比什么都强啊！行了，上来吧。来。冷静了吗？任何人都没有无视生命的权利，甚至是你自己。就是。你考虑过你奶奶吗？
我没有奶奶了，我没有奶奶了，我没有奶奶了，奶奶。病人没事，就是情绪过于激动。现在怀疑他可能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应该是长期精神压力过大所致。那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啊？这个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现在他是我的病人。不好意思啊，医生，可能是我们太心急了。这是我的一个学生，也是一个案子的重要证人。哎，你们这一个两个的呀，都太不把自己的命当回事儿了。前2天他奶奶误食了安眠药，也是送到我们这儿来抢救的，可惜当时没有抢救过来。我听说，他奶奶身体一直都还挺好的，就是有点不大清醒。老人家嘛，有些问题总是要面对的。1年前，他奶奶得了严重的脑梗，我们全院上下都觉得无力回天了。但是没想到老人吉人天相，愣是挺了过来，恢复的还比年轻人快。就是留下了点后遗症，得了老年痴呆。这命虽然是偷回来了，但是这么活着，实在是太痛苦了。偷来的命，的确是难以长久的。可不是嘛，这次就没那么幸运了。现在老人的尸体还在医院的停尸房里呢。那就没有其他人来操办后事吗？没见过其他的家人啊，从头到尾只有他一个人陪着。哎，沈教授，结婚了吗？肯定有女朋友吧？啊，没事儿，我就是觉得沈教授吧，青年才俊的，又体贴细心，追你的人一定很多吧？我还以为赵处长是要打探我的底细呢。看来赵处长是真的想要探我的底啊！我是龙城东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今年32岁，大学研究生还有博士生，都是龙城大学毕业的。怎么，赵处长还有什么想问的吗？我就是好奇，这么多年了，这地心人的基因破译究竟是什么进展啊？与其研究他们的起义，不如判断他们的未来。在我看来，地心人已经销声匿迹这么多年了，他们为什么会突然频繁地出现？他们到底在寻找什么？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果然，这读书人跟我们粗人的想法就是不一样啊！怪不得之前你在医院，还有对付那个影子人的时候，能那么镇定。赵处长，你想要问什么，不妨直说。如果我问的话，沈教授可以坦诚相对吗？在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我会尽量给出让赵处长满意的答案。我相信，赵处长也不会真的把我当犯人一样来审的，对吧？好一招以退为进啊！无论我后面问你什么，都好像是把沈教授当成是犯人一样。赵处长，地心人，他们往往有极大的破坏力，所以以后，我希望你能注意安全。谢谢关心。我等着你们早日还龙城一个太平。哎，等这个案子结了，我请你吃饭。不，到时候应该是我来请你吃饭。也行啊。
看到没有，大事不妙了。都说地心黑袍使冷酷无情，怎么就对咱们老大网开一面呢？该不会是秋后算账吧？我看你才不妙呢！你以为咱们老赵这个鬼见愁的名号是白叫的呀？就是啊，黑袍使大驾光临，你还敢偷拍？黑袍使是大家的英雄，不是给你们拿来当谈资的。差点忘了，这还有个黑袍使的铁杆迷弟。哎，老楚，别生气啊！我现在就删掉，现在。那删了。你们谁知道那新来的到底什么来的？又窝囊又胆小，赵云兰还能忍？恰恰相反，你别看老赵对他表面上嫌弃啊，没准心里挺欣赏的呢。现在这年头，那么单纯的孩子，上哪找去？单纯？好啊，这么单纯的孩子，为什么非要派给我带呀？整个特调处就我一个外勤，还嫌我麻烦不够多是吧？哎，实验室在说小话，你也不管管。他们这些人哪天有过正形啊？这说来也奇怪啊，也都算是个人中龙凤了，怎么个个跟个三姑六婆似的？上梁不正下梁歪，还不是你惯的？现在我也只能期待新人了。赵处，您找我？哎，小郭，来的正好啊。你来咱们处呢，也有1个星期了吧？我相信你已经完全适应我们部门的工作强度了。啊，其实我……所以呢，交给你一个非常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好，赵处，您尽管吩咐，我保证完成任务。哟，决心不错啊。这个任务呢，非常的简单。今天晚上，你带着大庆去医院守着李倩。李倩她现在的情绪还不是非常的稳定，必要的时候，你要用你的淳朴和善良，好好的安慰安慰她。去吧。哦，对了，啊，要是遇到地心人来袭的话，你们就先凑合抵挡一下。放心啊，我们与你同在。妙的，怎么有这种领导啊？啊，沈教授好。啊，小郭吧？啊。赵处长没跟你一块过来吗？没有，他挺忙的。其实我也不知道他平时都干些什么。怎么了？看你的样子好像挺怕他的。哦，没有，我们领导人很好的，只是觉得有点儿不轻松。对，不轻松。你好像很了解他。小郭，其实你应该多体谅一下他。他这么年轻就带着你们出生入死的，其实他更不轻松。哦，对，做领导是挺不容易的。等你们都变得更强了，他就不会那么辛苦了。哎，我刚好多买了点吃的，要不进去一块吃点吧？来吧。这个沈教授为什么这么关心老赵？我得跟老赵说一声，让他好好留意一下这个姓沈的。老师也不知道你平时爱吃什么，所以就随便给你买了些清淡的，不知道合不合你胃口。来，多少吃点吧。干炒豆皮，这是我奶奶最喜欢的菜。她牙口不好，嚼不动鱼啊肉的，就爱嚼豆腐干儿。我本来不喜欢吃豆制品的，跟着她，也就慢慢爱吃了。她腌豆腐干最入味了，还答应过我，会给我做一辈子的。
我也是奶奶带大的。我小的时候被其他孩子欺负，我都不敢说。被他发现了，他就带着我一路找到学校去。他还给我买很多很多好吃的，买回来他一口都舍不得吃，全部都给我。我都把东西送到他的嘴边，他就只有一小口。我小的时候一直在想，等我长大了，我自己赚钱，我一定要好好孝顺他。我给他买很多很多好吃的。我奶奶刚去世的时候，我也觉得天都要塌了，我真的觉得我没有办法孝顺她了。我还读什么书，努力干什么？我宁愿拿我的性命去换她的性命。我不太会说话。我的意思是说，你别伤心了。去世的亲人，他们都会看着我们的。你哎呀，这沈教授还真是一个做思想工作的好料子啊！这润物细无声用的多好。你也别太小看他，没听大庆说吗？他对你啊过分关注。他不也是咱们重点的研究对象吗？行了，先不说他了。雷静，把这儿给我放大。禽兽！不是你想什么呢你？啊？我说的是他脖子上的项链。哎，这个好像是个日晷。日晷。日晷一天转一圈，日头就东升西落一次，周而复始，象征着生生不息，光阴不止。但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光阴是一种杀死的武器，星辰交替，失去的永远失去，过去的就不再重来。这是长生鬼啊！哎，这小姑娘不声不响的，居然藏着圣器。长生鬼，是不是这个？长生鬼，长生。难道说，这东西可以夺取别人的生命能量？那这小姑娘她奶奶岂不就是？不行，得去找她问清楚了。有情况，这个人的生命表征似乎特别异常。糟了，糟了！哎，谁啊？干嘛的？站住！干嘛的？你已经被包围了，你已经被包围了，举手投降是你唯一的出路。来了，来了，来了！别害怕，我出去看一眼。沈教授，我是特别调查处的，我有责任保护民众的安全，我保护你。哎，你干什么呢？你们快走！让开！你是谁？说说吧。我与你同在。
傀儡县。你倒是挺警觉。你是楚家的傀儡师？我在地心听说过你们的名字。这里不是地形，我也没工夫跟你废话，跟我走一趟。我还不能输。行了，拿出来吧，我们都知道了。别遮遮掩掩了，你的奶奶已经为之丧命，你也想继续被她纠缠下去吗？不是的，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日晷吊坠，是我奶奶留给我唯一的念想了。为什么你们连我的家事也要管？是，这是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但你得知道，有些东西它原本就不属于你，只是暂时放在你这儿保管而已。为什么？这个东西它一直在我家，为什么他们突然缠上我了？1年前，他奶奶得了严重的脑梗，可是老人吉人天相，愣是挺了过来，恢复的还比年轻人快。地心人已经销声匿迹这么多年了，他们为什么会突然频繁的出现？他们到底在寻找什么？原来如此。你是不是在想，如果当初跳了，那么之前发生的这些事情就可以一笔勾销了？你想说什么？很多像你这么大的孩子，都认为自己不怕死，那是因为你们还太年轻，根本就不理解什么是真正的死亡。你怎么知道我不理解什么是死亡？我知道那种感受，我亲眼见过。其实，在你的理解当中，你畏惧的并不是死亡，而是分别。你只是接受不了奶奶突然离开你而已，是这样吧？赵处长，你今天上来到底是……让我说完。根据医院给出的报告显示，李玉芬女士的死因是因为误食了过量的安眠药，而在她的病历当中，也没有开过安眠药的处方。那你能不能告诉我？是谁把这瓶可以杀死你奶奶的安眠药放到了家里？是我。我从小是一个没有父母疼爱的人，相依为命是什么滋味？你们懂吗？他和我约定了，会照顾我一辈子。可奶奶终究还是老了。那天奶奶突发脑梗，我在学校里没有人发现。当有人看到她的时候，已经延误了抢救。沈教授，你一直说你明白我的感受，那我想问问你，一个你十分看重的人在你面前即将死去的时候，你脑海中最强烈的念头是什么？我愿意用我的生命去把它画好。你很幸运，因为你没有这个东西。我当时不知道它是什么，只是听奶奶说是个老物件，能显灵。在奶奶弥留之际，我哭着向上天请求，让她继续活下去。是她听到了我的请求，给了我这个机会。当光芒褪去之后，奶奶获得了新的生命，
所有人都以为这是一个奇迹，只有我知道，这是用我的生命换回来的亲情。李倩，你是个好孩子，但长生鬼是圣器，可以扰乱世界。之前出现的影子人，或许就是因为你动用了圣器，所以才来袭击你。也许当时被他杀死，我就能解脱了吧。你用自己的命换回来的亲情，又因为奶奶变成累赘而造成的负担，所以你就杀了她。他变得不一样了，每天都只会在你耳边絮絮叨叨。到后来，他大小便不能自理，每次尿了裤子，都只会看着人傻笑。光是坐在那里也会流口水。他只会疯疯癫癫地跟在你后面，口齿不清地说一些谁也听不懂的话。我每天看着他，他却再也认不出我，不会叫我的名字，不会抱我，不会爱我。她不是我的奶奶，她不是。我付出昂贵代价换来的，只是一个和她一模一样的陌生人。没用的东西，再给我一次机会。他们总是不肯走，我懒得再听你解释，再搞砸，知道下场。我到底该拿他怎么办呀？随你处置吧，反正之后我也用不着了。沈教授，你说亡羊补牢，真的为时未晚吗？伤害过，背叛过，或许就真的回不到从前了。放开他！奶奶，傻孩子，你真傻呀！不是你做的事情，你干嘛要认呢？奶奶说了要照顾你一辈子，可惜做不到了。你要好好的生活下去啊！不要伤害我的倩倩，奶奶，你要好好的保护自己啊！奶奶，你回来！奶奶，你回来！啊！哎呀，田老哥，来的可真够及时的呀！本使再次出现了疲劳，来迟了一步，还望见谅。啊，别，这我可受不起。行了，赶紧把人带走吧，这我可解决不了。
哟，外面天多凉啊！上车吧。闭嘴！死的又不是你奶奶，哭得比人李倩还伤心。李倩的奶奶下葬之后，那个地心人也再也没有出现过了。郭长城这个大嘴巴子，怎么什么事儿都告诉你啊？我真的想知道，这些人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呀？我也总觉得哪儿有问题。哎，你们说这些地星人来抢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你们这些冒脑子怎么可能想得明白？你知道你说啊，你这个蛇蝎妇人。赵初，这东西到底有什么用啊？我怎么会知道啊？这可是圣器，普通人看上一眼就当是长眼了。你明明知道该问谁。熏蚊子，我那儿有无烟的，环保又健康啊！黑老哥，又见了。借一步说话。李倩的奶奶死了之后的能量残留，埋伏在了长城轨之中，救了她一命。这也倒是从未听说过的奇闻。或许，只是为了一个相守一生的承诺吧。那你倒是说说，这玩意儿该怎么处理啊？李倩，你打算怎么处理啊？怎么？黑袍使管完了地下的，还想来管管我们这些地上的？赵处长误会了，我只是看到他触动了圣器，怕被反噬而已。这你就不用操心了，我们一定会把他严加看管的。我只是怕
怕什么呀？说话这么吞吞吐吐的，难不成这个圣器里还有什么别的说法？我并不完全了解圣器的全部能力，我是怕疑患无穷。这确实是个大麻烦啊！这光是要来夺圣器的地心人，就够让我们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上班族累个半死啊！赵处长，自1万年前的大战之后，圣器四散零落，为何偏偏此时会被一个小姑娘激发了能量？这其中的关键，你可曾想过？忒老哥的意思我明白。要是能量没有被激发，那么地心人就根本不会被发现。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风平浪静的，可是突然就无风起浪，难道只是因缘巧合吗？赵处长是个聪明之人，倒是本事多嘴了。可这圣器如同火炬一般，虽能伤敌，可一旦用错了，也有着手之患。它下次激发能量会在何种情况之下，你我无从得知。哦，对了，我们处有一个研究员，一直在研究生命能量置换的关卡，可到现在仍然是百思不得其解。这次又得了这个长生鬼啊！哎呦，我真担心他那重新长出来的头发又得掉光了。我没过敏啊！哎呀，难道真的是过敏？赵处长，请留步，望好自为之。行，那咱再会。再会。大人，有一件事情我想不通。您这次来为的就是搜寻圣器，可今天，你是想问，我为何会把圣器留在你们处？是。圣器之事，牵连甚广，有人避之不及，就有人念兹在兹。之前的影子人，不过是马先祖，无足轻重。您的意思是说，有更危险的人在图谋宝物？没错，眼下有些黑手呼之欲出，他们分明就是为了抢夺圣器，祸乱海星的和平。圣器一旦落入他们的手中，后患无穷。那就更应该把东西放在帝君殿。地心现在是一间熬人的大狱，每个人都被熬出了2张面目，人心难测。我左思右想，还不如把圣器就放在你们处。既有护盾的保护，寻常人等又进不去，应该是更加安全。我能够活到今天，还能够在这里有所作为，都是拜您所赐。楚叔之愿为尊使大人肝脑涂地，在所不辞。起来吧，你我是君子之交，不是什么报恩报仇的关系。你我的事情，也不必说与他人知晓。如今圣器放在你们处，你无需刻意，照常做事就好了。我有预感，幕后的黑手会自动伸出来的。那我就明白了，尊使大人是要钓鱼。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你笑什么？啊，张云兰刚好也喜欢钓鱼，真不知道你们2个到底是谁算计了谁。但愿我们各取所需吧。这长生鬼激活后居然还会长大，该不会长成盾牌吧？这个长生鬼到底是什么原理啊？啊，真是奇怪了。哎，研究怎么样了？哎呦，发型不错啊！
生气显灵了。特调处，有点意思。让我看看下一颗棋子。恍然过了1年，世界还不停歇，来回的穿梭在这无人的街边。过去的昨天，一切还那么亲切，回想起一片片，在这模糊了双眼。还是会想起那时的场景，原谅我只是想这世界还会有个人能为你哭泣到你都分离，就别说我爱你。事到如今的我只是太在意，只是太在意。